在永歌森林的秦風村這片風水寶地，正悄然上演着一場充滿了银月城高純度、傲慢與偏見的雪精靈港務反腐大戲。這就是精彩的支線任務故事線——港務偵探。這條任務線不僅能讓我們過一把偵探的癮，最後還能拿到雪精靈幻化的永歌系列武器，絕對不容錯過。好了，讓我們拉開序幕，一同走進魔獸世界版《法治進行時》的重磅番外《揚帆港風暴之誰動了我的奧術能量》，看看玩家是如何把走私犯和深海海鮮一鍋端掉的。故事的起點是秦風村一位名叫萊斯薩拉穆埃的精靈大姐，她用一段有高級感且兼顧永歌森林日常 GDP 唱衰論的詩意獨白，成功道德綁架了路過的玩家。在她眼裡，走私犯是街道上的老鼠，她是絕对的正義，而玩家則是好使的工具人。秦風村有3家听名字个个像世界500强震驚到不行的物流公司：日征回收隊、木祥出口部以及潮生貨運公司。為了查明這3家航運公司誰有問題，玩家開啟了第一個任務——貨運陰謀，光榮地幹起了職業尾行與蹲牆跟偷聽。玩家先是像個偷窺狂一樣貓在灌木叢裡聽日征回收隊扯淡，接着又把自己塞進一副銀月盔甲裡偽裝成雕像，在快被悶死前聽完了木祥出口部的閒聊。最後他癱在潮生貨運公司門口的假灌木裡，在被蚊子開了10幾輪派對後，終於捕捉到了加密通話的關鍵詞。隨後，玩家溜進潮生貨運公司，在人家辦公室的躺椅上翻出了一本被遺棄的機密筆記，上面明晃晃地寫着：又失蹤了一票貨物文件，有了潮生的蓋章之後，海關就不會來麻煩你了。玩家當時就吐槽道：好家伙，銀月城的海關基本上跟擺設沒兩樣，潮生貨運公司的公章才是這片地界的最強逃票神器啊！既然鎖定了嫌疑人，萊斯薩拉大姐當場給玩家表演了一個什麼叫辛多雷高級知識分子的極限變臉。前一秒感慨太陽之井的光輝照不到城市的污穢，後一秒就瞬間無縫切換成收保護費的黑幫大姐頭，咬牙切齒地給了玩家第二個任務：依法搜查，讓玩家依賴拳頭的說服力找到潮生水手，然後揍到他們配合為止。不過大姐很快表示，光靠揍人還不夠，因為口說無憑，那些被收買的法官都是睜眼瞎，我需要鐵證如山、令人瞠目的高清實錘。於是這位優雅的大姐反手掏出了高科技奧術記錄器，給了玩家第3個任務：供應商監控，命令玩家去揚帆港碼頭搞全景監控。於是玩家瞬間從狗仔隊轉職成了打手加攝影師，奔赴揚帆港。作為複合型跨界人才，他在揚帆港的碼頭先上演了一出名為12個泄憤沙包的拷問。那些潮生甲板行者、貨運信使還有貨運宣傳人上港前大概都只培訓了怎麼搬箱子，完全沒預料到會迎來一位把鐵拳辯證法耍得虎虎生風的玩家。在一陣噼里啪啦的親切會談後，這幫可憐的打工人終於明白，在揚帆港得罪萊斯薩拉穆埃的後果，比大漩渦的潮水還要不可逆。同時，玩家開始架設機位、測試記錄儀、仰視記錄儀、前視記錄儀、全景高清 3D 無死角，3個機位開機 ，Action！鏡頭忠實記錄下了一場犯罪集團的銷贓大片。這幫走私犯正忙着把貨箱往海裡倒。萊斯薩拉看完這段銷贓現場直播後，冷笑一聲，發出了第4個任務：深海之下的指示，把箱子扔海裡就想逃稅，天真！給我下水，把12份證據統統撈上來。於是玩家長嘆一口氣，給自己刷了個水下呼吸，撲通一聲扎進了揚帆港微涼的海水裡。原本以為走私犯丟棄的會是什麼高檔紅酒或真絲內衣，但當玩家在深海的沙子和水草裡翻出那些瓶瓶罐罐時，物品說明徹底讓他倒吸一口涼氣。玻璃瓶脈動着不穩定的奧能，難以預測又難以掌控，需要謹慎處置。更刺激的是，這片水域不僅有這些隨時會爆炸的奧能，底下還盤踞着一堆長滿鱗片的潮生納迦。當玩家抱着12個隨時可能自爆的魔法玻璃瓶濕漉漉地爬上岸交差時，連向來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色的萊斯薩拉大姐都被震驚到了。不穩定的奧能和納迦，這可不只是簡單的走私，這是一場正在醞釀的災難。潮生貨運竟敢染指這種能把全圖炸上天的禁忌力量，事情徹底大條了。原以為只是個平平無奇的偷稅漏稅民事案件，一轉眼變成了跨物種、跨大洋的非法販賣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驚天陰謀。萊斯薩拉大姐的優雅名媛面具，這下徹底碎成了渣，直接進入暴走狀態，下達了簡潔有力的終極必殺令，緊追不捨，去讓這幫海鮮知道誰才是這片海灘真正的主人，不能讓納迦忘了招惹辛多雷會帶來怎樣毀滅性的後果。於是玩家領了第5個任務死得其所，以及第6個任務貨運抵押，去摧毀沙灘上的5個走私箱子。因為萊斯薩拉不希望留下一絲奧術殘片給納迦，玩家立馬奔赴日落之濱去教訓10個納迦。陽光灑在沙灘上，眼前是大型跨物種走私的分贓現場。那些頂着潮生前綴的納迦私運者和貨運工正忙得熱火朝天，熟練地搬運着那些從海裡撈上來的不穩定奧能罐子。這幫長了鱗片的海鮮不老老實實待在深海裡吐泡泡，非要跑來岸上搞非法物流。在一場毫無懸念的單方面割草後，納迦被揍得鱗片魚慘叫齊飛，魚湯與眼淚並存。
玩家順便也對着邊上那些貨物箱子一頓連砸帶燒，瘋狂輸出。交了任務後，萊斯薩拉大姐熟練地繼續畫餅，做得好。那家雖然被解決掉了，是時候徹底斬斷朝生貨運公司的黑手了。玩家心想，話說回來，這朝生貨運公司也是個人才輩出的神仙企業，不僅能搞定銀月城海關，還能跨越物種障礙，發展深海那家當線下物流小哥，幹非法軍火販賣。這經貿業務能力要是用在正道上，估計攝政王洛瑟馬看了都得給他們頒發永歌森林年度傑出民營企業獎。大戲終於迎來了最後的收網階段，一切罪惡的源頭都直指那艘停靠在揚帆港、散發着銅臭味與違禁奧能氣息的走私大船。萊斯薩拉大姐遙望着遠處的桅杆，發出了最後的正義宣判：朝生公司的船員心安理得，地屬着不義之財。赤潮船長必須付出代價，你準備好逼出真相了嗎？這一番話瞬間把這場碼頭集思拔高到了淨化辛多雷靈魂的哲學高度。玩家深吸一口氣，領取了最終斬首行動的任務——鹽城走私者。開啟刺客信條模式，摸到繩索往船上一甩，整個人借力騰空而起，帥氣登船。這一套行雲流水的登場動作，看得甲板上的多恩斯赤潮船長都當場一愣，眼裡閃過一絲直呼內行的讚賞。不過老哥顯然還沒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一見面就觸發了反派的經典獨條台詞：原來就是你一直在干涉我的事務。玩家正氣凛然地答道：是的，船長從第一章蹲牆跟偷聽開始就是我。隨后便是一番驚心動魄的戰鬥。這位不可一世的赤潮船長最後撲通一聲跪倒在甲板上，一邊捂着胸口，一邊留下了第二句台詞：詛咒你，潮汐曾是我的。非常有詩意、非常蒼涼的臨終獨白，只是玩家已經在翻戰利品了。隨着船長的倒下，這場特大跨物種走私案宣告徹底破獲。萊斯薩拉穆埃看着玩家露出了極為滿意的微笑，做得很好，希望以後還能再次依靠你，夥伴。同時他極其配合地獎勵了玩家永歌系列職業外觀武器，伴隨着一聲清脆的系統提示音，玩家正式解鎖了尊貴的成就——港務偵探。這條任務鏈的結構設計得相當嚴密，每一步揭露的都是同一件事的不同層次。第一層，有人在公章的庇護下走私；第二層，走私規模不小，且有專門的人手；第三層，走私物品極其不尋常，甚至逼得對方銷毀證據；第四層，走私的東西竟然是不穩定奧能，危險等級直接拉滿；第五層，背後有那家勢力介入，這不再是內部的貪腐，而是跨勢力的勾連；第六層，在這一切的背後，還有一個坐在船上運籌帷幄的核心人物。暴雪通過這條港務缉私線，向玩家傳達了關於雪精靈社會現狀的深層信息。雪精靈在遊戲中一向以高傲、優雅、魔法文明、高度發達的形象示人，銀月城和永歌森林更是金碧輝煌，處處充斥着奧數的流光溢彩。但這個任務線直接撕開了這層華麗的面紗，港口的腐敗從來不是幾個壞人的個人行為，它是一個有組織、有分工、有保護傘的系統性問題。朝生的公章能讓海關閉嘴，這一細節就足以暗示腐敗已經深深滲透進了執法體系本身。任務 NPC 萊斯薩拉穆埃的存在方式也很值得注意，他不是官，也不是將，而是一個獨立運作的偵探。這本身就說明了一件事：官方體系對這裡的腐敗要麼無能為力，要麼選擇了視而不見。正因如此，才需要一個置身於體制之外的人，借助一個路過的玩家，才能把這件事徹底查清楚。暴雪是在用他的身份告訴玩家，有些問題正式的權力機構解決不了，或者根本不願意解決，而這也是整條任務鏈最耐人尋味的地方。走私的貨物是奧能，買家則是那家。暴雪正利用這條支線任務，悄悄地把玩家的視線從港口治安問題引向了更大的敘事背景。誰在收購不穩定的奧數能量？那家要這些東西幹什麼？這是典型的暴雪敘事技法，用一條看似獨立的支線任務，埋下世界觀層面的深遠伏筆。你以為你只是在幫一個精靈女偵探打擊走私，實際上你已經接觸到了一條更深的線索，一條關於奧能、關於那家以及關於這片海域水面之下真正在醞釀着的風暴的線索。哎，好了，都看到這裡了，再來一首萊斯薩拉穆埃角度的 Trip Hop。
下期記錄一堆純藍色孤船，每一張畫面都是你們的墓誌銘，潮水帶走你們留下的痕跡，我從海底打撈起那些秘密，你以為大海能吞了你的罪行，去吧，較難讓海鮮知道誰是主人。那家潛伏在礁石暗影深處，交易的網線一根根織進了霧，水手們開口言辭着這和奄奄，箱子入海是你們最後的失算，我徹底不光不知，為了復仇，誰要讓這片港口重新見清流，影子拖得很長，長過懦夫的膽量，赤潮船長，你還在褶皺我的名字，潮水帶走你們留下的痕跡，我從海底打撈起那些秘密，你以為大海能吞了你的罪行，去吧，較難讓海鮮知道誰是主人，這潮汐從來不屬於你，它只歸順着我真相的人，你沉沒之前還握着那些罪，而我站在甲板上等風平浪靜，潮水帶